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衰老对感官运动学习的影响。研究由伯克利和卡内基梅隆团队完成，他们整合了跨度30年的文献与新实验，核心发现是运动控制退化，但潜意识学习进化。潜意识学习指的是无意识的本能修正，这一结果与常识相反，衰老并非全面衰退。数据显示，隐性学习在老年群体中更强，这颠覆了运动学习必然退化的传统观点。该研究为理解衰老的动态重构提供了新视角。随着年龄增长，神经肌肉系统发生结构性退化，肌肉萎缩，感觉受体退化，多巴胺能神经元减少，这使得老年人更容易跌倒，动作也变得更迟缓。然而，当需要学习新动作模式时，矛盾出现了。部分研究显示，学习能力出现断崖式下降，但另一些研究发现，老年人适应力等同甚至超越年轻人这一矛盾结果，吸引着研究者深入探索。它指向衰老对运动学习的复杂影响。本研究系统梳理过去30年的核心学术文献，它整合44项独立研究的55个数据集，历史样本总量达2326名参与者，这彻底解决以往研究样本不足的统计缺陷。研究加入4项全新的预注册实验设计，这些实验招募470名受试者参与测试。高精度实验精准剥离有意识策略与无意识适应，这为后续分析提供坚实且无可辩驳的证据。荟萃分析揭示出2种截然相反的老化效应。面对复杂干扰，整体运动表现显著下降，效应量 D 为-0.5，属于中等偏大的衰退。然而，纯粹的无意识隐性校准却逆势增强。紫色散点图显示其效应量 D 为正 0.4， 剥离意识干扰后，老年人的肌肉记忆修正幅度更高，这表明大脑的本能适应系统在衰老中反而更活跃。这为后续拆解2种学习成分的实验奠定基础。实验1用800毫秒延迟阻断无意识学习，受试者向目标移动，光标偏转60度，系统强行延迟800毫秒才显示光标位置。这个微小延迟切断了无意识隐性校准回路，受试者只能依赖有意识策略计算偏转角度，他们必须故意瞄准别处，抵消60度偏转。实验1由此成功分离出显性学习能力，从而揭示衰老对有意识策略的真实影响。实验1结果清晰揭示衰老对有意识策略的冲击。年轻人组在多次练习后达到 92.2% 最优表现，而老年人组仅达 19.8%， 表现差距显著。更关键的是，超半数老年受试者从未发现正确策略，这一比例高达 54%， 年轻人中仅为 22%。 这说明老年人并非学得慢，而是根本未能发现策略。这种认知能力缺失制约了衰老中的运动学习。后续研究将探讨大脑在策略构建上的具体瓶颈。当大脑需要有意识地修正动作时，它面临2种计算选择。方案 A 是建立缓存表，即死记硬背每个特定动作。方案 B 是算法推演，通过心理旋转推导通用偏转规则。缓存表高度依赖空间工作记忆，适用于目标较少的任务。算法推演计算量大，但能灵活应用于任何新目标。衰老到底摧毁了我们的内存，还是我们的 CPU？ 实验1中，老年人策略崩溃，但尚不确定是哪种策略受损。后续实验将通过改变目标数量来分别测试2种策略。实验2通过改变目标数量来施加不同的认知负荷压力。低负荷任务只呈现2个目标，记忆和计算压力都很低，此时大脑可以轻松使用缓存表策略来死记硬背。高负荷任务则随机出现8个散布的目标位置，记忆压力极高，超出工作记忆限制，无法再依赖缓存表。计算压力也极高，迫使大脑动用心理旋转算法。2种条件分别对应缓存表和算法推演2种策略。这种对比设计能精准定位衰老损伤的具体环节。实验2的结果揭示了衰老的一个意外模式。年轻人在2种任务下都能完美适应，老年人在2个目标的简单任务中严重受损，学习率仅为年轻人的1/3，表现极差。超过半数受试者从未发现任何正确策略，但在8个目标的高负荷任务中，他们表现优异，学习率和适应程度与年轻人无显著差异，说明衰老破坏的是死记硬背，而非算法推演。衰老剥夺的是空间工作记忆，而非计算能力。空间工作记忆用于建构刺激反应查询表，故障区域集中在海马体与额叶的网络中，
该网络负责离散化的绑定动作与结果。退化令老年人无法存储多次试错的结果，因此目标越少越依赖死记硬背策略表现反而越差。保留区域是顶叶与小脑神经网络，它们运行正常。心理旋转的神经网络在衰老中表现出惊人韧性。老年人一旦成功找到正确瞄准策略，就能像年轻人一样快速回忆和调用它。实验测试了受试者经过一段时间后重新面对相同干扰的表现。数据显示，年轻人的平均策略召回率为 0.96， 老年组的召回率也达到 0.89， 两者无显著差异。这意味着认知衰退主要发生在策略的探索与写入阶段，而非已有策略的提取或回忆能力。少数成功老年人完全保留了重新调用策略的能力，这一发现进一步支持了空间工作记忆是主要瓶颈的结论。当有意识策略逐渐崩溃时，大脑的潜意识系统反而启动了。研究人员接下来设计了2个实验来捕捉这种隐性校准。实验3将利用视觉前置错觉来剥离所有认知干扰。实验4则通过机械臂测试本体感觉的精确度。这些实验旨在揭示无意识学习是否在衰老中保持完整。已有证据显示，退化主要发生在策略探索而非执行阶段，而隐性校准可能正是老年人补偿认知衰退的关键机制。下面将分别展开这2项精巧的心理学实验。实验3用视觉前置错觉测量隐性适应。无论受试者手往哪移，光标始终偏30度。受试者被告知光标是假的，直接伸手向目标，但运动系统无法忽视视觉误差，肌肉自动修正。这种修正就是纯粹的无意识适应，无需思考。该实验成功分离了有意识策略与无意识学习，为比较年轻和老年大脑的隐性学习提供工具。数据会揭示衰老如何影响本能运动修正。在无需认知努力的潜意识层面，老年隐性校准更强。年轻组修正幅度 17.8 度，老年组 24.4 度，效应量 D 为 0.5， 属于中等偏强效果。这意味着老年大脑无意识适应更深更快。这并非因为衰老的大脑对视觉误差更敏感，而是因为老化引发了一场感官权重的重新分配。当本体感觉退化后，大脑更依赖视觉反馈，从而放大了感知误差，驱动更强烈的隐性修正。PREMO 模型揭示了大脑计算动作误差的核心机制。它融合本体感觉和视觉2种传感器的数据来定位手。本体感觉来自肌肉关节提供闭眼也能感知的位置，视觉反馈则是眼睛看到的实时光标与手的位置差异。大脑的隐性学习正是由这2种感觉整合后的感知误差驱动。当本体感觉因老化变得嘈杂时，天平般的平衡被打破，大脑会下调对本体感觉的信任，转而更依赖视觉反馈。这种权重转移放大了感知误差，驱动更强的无意识修正。实验4在完全黑暗环境中使用 Kinarm 外骨骼机器人，所有屏幕显示被关闭，剥夺了视觉线索。机械臂带着受试者的手臂进行被动随机移动，受试者必须仅凭躯体感觉报告手的最终位置。这项残酷测试直接测量本体感觉的信噪比。研究人员利用该测试验证传感器老化的假说。该设置完全剥离视觉依赖，孤立评估肌肉关节感知。实验数据将揭示本体感觉变异性的关键证据。实验数据直接证实了本体感觉的衰老。老年人在失去视觉后，仅凭躯体感知位置时误差显著增大。他们的本体感觉变异性比年轻人高出整整 33%。这个差异在图示中表现为老年人组的散点广泛弥散，而年轻人组的散点则紧密集中在中心区域。这种信噪比的下降并不是单纯的退化，它恰恰是触发无意识学习增强的关键开关。感觉信号的嘈杂反而驱使大脑更依赖视觉误差。衰老增强无意识学习的秘密藏在4个步骤里。第一步，本体感觉信号随年龄变嘈杂。第二步，大脑根据贝叶斯原则下调对本体感觉的信任，它转而死死盯住视觉反馈这条通道。第三步，依赖有偏的视觉信号导致感知误差被放大。第四步，更大的感知误差驱动更强更彻底的无意识修正。本体感觉退化是整个链条的触发开关，这解释了为何老年人隐性校准反而更强。全景诊断表格对比了衰老大脑的双重面貌。显性学习表现为急速衰退机制，涉及缓存表与算法推演，其瓶颈在于空间工作记忆，也就是内存不足。简单任务反而更受影响，
复杂推演则完好无损，隐性适应则呈现反向增强。机制是跨感官权重的重新分配，根本原因是本体感觉衰退及传感器老化。该过程全自动运行，无需消耗认知资源。两种学习模式依赖不同的神经基础网络。衰老大脑3种神经网络命运：受损、保留与代偿。额叶海马体回路受损，离散动作记忆绑定失效。这一回路受损解释了为何死记硬背最先崩溃。顶叶网络完整保留，支持复杂空间心理旋转算法。小脑感觉运动整合代偿活跃，接收视觉本体误差。中枢修正异常活跃，代偿老化感觉的控制力不足。这种3重分化解释了老年大脑矛盾的行为表现。衰老不是全面衰退，而是特定网络动态重构。这项系统性研究为运动科学领域设立全新标准，它彻底抛弃了以往样本量不足的陈旧统计布局，整合历时2326人与新测470人数据，核心发现均通过严格的事先预注册检验实验2与实验4的关键结论，因而更可信。全部代码与原始数据已在 OSF 平台开源，这不仅是单篇论文，而是持续进化的基准库。这种透明共享模式将推动整个领域可重复提升。衰老并非单纯的磨损与崩塌，而是一场优雅的动态重构。当有意识策略逐渐消退时，大脑的无意识网络主动接管控制权。它通过改变感官权重分配，强化视觉依赖来放大感知误差。实验4证实本体感觉变异性增加 33%， 是触发代偿的关键开关。更强的隐性本能补偿了认知衰退，支撑着运动控制。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老化观，揭示了大脑的可塑性。研究基于30年大样本，4项预注册实验与开源数据效应量清晰表明隐性学习随年龄逆势增强，幅度可观。边界在于结论仅适用于感觉运动学习领域，不可泛化。